我们都在谈论人工智能，谈论 AI 如何改变世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现在的 AI 正面临着一堵看不见的墙，这堵墙如果撞不开，所有关于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梦想，什么钢铁侠的贾维斯，什么全自动驾驶，通通都会变成泡沫。而在全球科技巨头，包括埃隆、马斯克、黄仁勋、苏姿丰都在为此焦虑的睡不着觉的时候，地球上有一个地方的工程师团队正在默默地把这堵墙拆掉。是的，这个地方依然是台湾，但这一次主角不再仅仅是台积电，而是一整条你可能从未听过，但正在垄断未来的神秘黑科技产业链。甚至有硅谷的大佬看完他们的研发成果后直言，这项技术一旦在2026年全面铺开，它将改变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比 AI 本身更恐怖，因为它决定了 AI 能不能活下去。这到底是什么技术？为什么连马斯克都得向他低头？如果你也想看懂未来5年的财富风口，如果你也想知道世界科技的真正命脉在哪里，这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别忘了先点个赞，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要带大家回到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中，大家都在关注英伟达的 GPU 那个 H100、B200 芯片，对吧？觉得只要芯片算力越强 ，AI 就越聪明。但我告诉你，这个逻辑现在遇到麻烦了。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买了一辆法拉利，引擎超级强劲，一脚油门下去能跑每小时300公里，但是你所在的城市所有的路都是泥巴路，而且只有单车道，你的法拉利跑得动吗？跑不动。不仅跑不动，因为引擎太热，还得停下来散热，否则车就自燃了。现在的 AI 数据中心就面临着这个泥巴路的问题。我们的芯片内部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计算速度快得惊人。但是当这些芯片想要把数据传输出去，或者2颗芯片想要互相说话的时候，它们依然主要依赖的是铜线。是的，就是那种金属导线，依靠电子在里面跑来跑去。这就是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限制电子在铜线里跑是有电阻的，有电阻就会发热，信号就会衰减。你想想看，现在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成千上万个 GPU 在疯狂计算，数据传输量是天文数字。马斯克在做特斯拉的 Dojo 超级计算机时，就痛苦地发现电费太贵了，散热太难了。现在的数据中心有1半以上的电不是用来计算的，而是用来传输数据和给电线散热的。这是多么巨大的浪费！这就像你花了100块钱加油，结果有60块钱是用来推车的，只有40块钱是用来开车的。这个瓶颈如果不解决，摩尔定律就真的死了。无论台积电把工艺做到2纳米还是1纳米，只要路还是堵的，算力就上不去。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快要撞墙的时候，台湾的科技团队联手全球顶尖的巨头，拿出了那个黑科技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理念只有4个字：光进同退。这听起来很专业，但其实非常好理解。既然电子跑得慢，发热大，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光子呢？光没有电阻，传输速度是宇宙极限，而且几乎不发热。你可能会说，光纤我听说过啊，家里宽带不就是光纤吗？没错，但今天的这个黑科技不是让你把光纤拉到家门口，而是要把光纤直接插进芯片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硅光子 （Silicon Photonics） 以及它的终极形态 （SiPoCo 减 Packaged Optics 共封装光学）。这是什么概念？以前芯片是芯片，光模块是光模块，它们之间还要通过长长的电路板连接。现在台湾的工程师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把光传输系统和计算芯片封装在同一个小小的盒子里。这就好比把你的法拉利直接传送到了真空管道里，没有摩擦力，没有红绿灯，甚至不需要轮子，直接起飞。这项技术被认为是半导体产业的圣杯，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下一代 AI 的咽喉。那么为什么是台湾？为什么又是台湾？这就要说到台湾在这个领域可怕的布局了。大家可能只知道台积电在做晶圆代工，但很少人知道，台积电早在几年前就成立了一个数百人的特种部队，专门攻克硅光子技术。有一个代号叫 Coupe 的神秘技术平台，就是台积电的大杀器。简单来说，他们能用极其精密的工艺把光路和电路像千层饼一样堆叠在一起。这种精度，目前世界上几乎没有第2家能做到量产级别。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台湾拥有的不仅仅是1-2家公司，而是一整套像生态系统一样的垄断集团。你想想看，光子要进芯片，需不需要封装？需要。这里有全球封测老大日月光 ACE， 日月光现在的 VIP 客户名单里，苹果、博通、英伟达排着队等着他们的 CPU 封装产能。光需要传导，需不需要特殊的插槽和连接器？需要。台湾有像银崴、上泉这样的隐形冠军。
光信号需要交换，需不需要交换机？全球最大的交换机代工厂商是谁？是台湾的智邦。甚至连光信号的源头激光芯片，台湾都有联亚光电在做核心材料。这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当马斯克想要为他的 Optimus 机器人或者特斯拉自动驾驶构建最强的大脑时，他发现他绕不开这张网。他需要的低延迟、低能耗、超高带宽，目前只有这套台湾制造的组合拳能最完美的提供。我在硅谷的一位朋友，他在一家顶级芯片公司做高管。前段时间我们喝咖啡，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以前我们去台湾是求他们给产能，帮我们造芯片，现在我们去台湾是求他们教我们怎么把光玩明白。这就是话语权的转移。好，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东西听起来很牛，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2026年改变人类生活，是不是在吹牛？这正是我接下来要重点讲的。这不仅仅是科技巨头的游戏，它将直接冲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为什么是2026年？因为根据半导体产业路线图，2026年是硅光子技术 CPU 全面量产、成本下降的临界点。一旦这个技术普及，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给你们描绘几个场景。第一，真正的无限流量和零延迟。现在的5G、6G， 甚至未来的 WI-Fi7， 如果背后的数据中心还是用铜线传输，那都是虚的。只有当数据中心全部光子化，网络带宽将迎来100倍级的增长。到时候你下载一部8K 电影，可能只需要眨一下眼，这不是夸张，是物理层面的必然。VR、ER、元宇宙，这些现在看起来晕头转向的东西，之所以体验不好，就是因为传输跟不上。有了硅光子，头号玩家里的绿洲世界才在技术上真正变得可能。第二，医疗健康的革命。现在的 AI 医疗诊断受限于算力成本，很难普及到每个人。但如果硅光子让算力成本降低90%，因为省电、省散热，那么你手机里的健康助手就能拥有现在顶级医生的诊断能力。它能实时分析你的生物数据，甚至通过光传感器，这也是硅光子的一种应用。无创检测血糖、血压，这在2026年之后将成为可穿戴设备的标配。第三，也是最让马斯克兴奋的，全自动驾驶。现在的自动驾驶车后备箱里都背着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发热严重，耗电极快。硅光子技术可以让车载电脑的体积缩小一半，能耗降低一半。但反应速度快10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汽车能更早地发现那个突然冲出来的行人，这0点几秒的提升，救的就是命。所以那位硅谷大佬说，改变全人类生活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发生在微米层面的工业革命。但是，朋友们，事情从来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场光的战争中，台湾虽然暂时领先，但并非高枕无忧。这背后有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博弈和资本暗战。美国为什么现在拼命拉拢台积电去亚利桑那？除了造芯片，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看懂了未来的光电整合产业链不能全部放在亚洲。英特尔也在疯狂砸钱做硅光子，试图弯道超车。中国大陆的华为、光讯科技也在拼命追赶，试图在光模块领域撕开缺口。现在的局势是，台湾是盟主，但群狼环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看懂这个趋势，不仅仅是为了吃瓜，更是为了寻找机会。如果你是投资者，你现在的目光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传统的逻辑电路、传统的 PCB 板上，你可能会错过下一个10倍股。你应该去研究那些在光电供封装、CPU 领域有专利布局、有实际订单的公司，去看看那些做光引擎的、做特殊光纤耦合的、做硅光测试设备的企业。如果你是正在求学的学生，或者是想要转行的工程师，去学光学吧，去学光电整合吧。未来10年，懂电的人很多，但既懂电又懂光的人将是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我们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的本质往往是对物理极限的挑战。当我们回顾历史，从真空管到晶体管，从集成电路到现在的硅光子，每一次跨越都是人类不甘心被物理定律锁死的抗争。台湾的这群工程师，还有全球在这个领域奋斗的科研人员，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在一个头发丝直径1%的空间里搭建高速公路，搭建人类通往 AGI 的桥梁。这不仅仅是关于垄断，不仅仅是关于马斯克低不低头，这是关于我们人类能不能再一次突破自我，去触碰那个更高级的文明形态。2026年并不是终点，而是新世界的起点。当你下次拿起手机使用 ChatGPT， 或者看到路上的特斯拉飞驰而过时，请记得，在这些神奇的体验背后，有一束光正在台湾的某个实验室里，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穿梭在硅片之间，为你点亮了这个未来。说到这里，我真的很好奇，你们觉得这项光的技术
最先会改变我们生活中的哪一部分？是你的网速，是你的汽车，还是你以后能拥有一个真正的 AI 机器人伴侣？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脑洞，我会认真看每一条评论。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帮你打开了一扇新的认知大门，或者让你对未来多了一份期待，请一定要动动手指帮我点一个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能让更多人看到这项被低估的黑科技。这一期我们聊了光，下一期我想带大家深挖一下，在这个光电革命之下，到底还有哪些被严重低估的隐形冠军公司？我已经整理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名单，里面有一些你绝对想不到的名字。